她认识了一个男生，就很喜欢他，她想要跟他在一起，而且想要嫁给他。她想象两个人，她就喜欢在纸上面写说，她就真的变成了陈太太。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假设法则哦。假设法则其实就是 Neville Goddard 他教的东西。Neville Goddard 是一个很有名的灵性导师，在我的频道里面也有很多次介绍过哦。其实我觉得在学显化的过程啊，不管是我们接触到的理论学说，还是我们学到的方法，都很像是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教导的方向会很不一样，可是事实上最后都是在看同一件事情而已。如果你可以多了解一下 Neville Goddard 的教导的话，你可以用不一样的角度去看显化这件事情哦。Neville Goddard 教的东西真的有很多，我在看 Neville Goddard 的书的时候啊，都会觉得哇，这句话讲的真是太棒了，画下来；那句话也讲的真是太好了，画线画线。然后最后整本书都画线了，里面真是金句连连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几个很重要的概念哦。第一个概念，假设会成为事实。你假设你是怎么样的人，你就会变成怎么样的人。你假设你拥有什么东西，你就会拥有什么东西。你假设你的实相是怎么样，你就会拥有怎么样的实相。今天如果你假设你只是个平凡人，你就会变成平凡人。如果你假设你是个有钱人，你就会变有钱人。你假设你是怎么样的人，你就会变成怎么样的人。什么意思呢？平常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自我形象，会觉得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包含你的个性啊，你的兴趣啊，你的思考方式，你说话方式，还有你平常都在做什么，这些都是你的自我定义。但是如果你已经厌烦了你现在的生活，你想要拥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的话，你就要改变你对自己的定义，你就不再是昨天的那个你了，你是一个新的版本的你。所以你要去想，那你想成为怎么样的人呢？那一个人平常会怎么想事情呢？会怎么讲话呢？会做些什么事情呢？你就要变成那个人。举例来说啊，我以前是个软体工程师嘛，我毕业之后的工作就是软体工程师，这是我的职位。工作几年之后呢，自然而然就希望可以升级成为高级工程师或者是资深工程师，感觉自己年资足够了。但是几年过去之后都没有被升迁，我就开始有点担心。有一次我就跟我的老板面谈的时候，我就很婉转的问他说，我如果现在要变成资深工程师的话，我还有哪里需要加强的？然后他也很婉转的告诉我说，你必须要已经是一个资深工程师，才会变成资深工程师。什么意思呢？我平常想的事情，我说的话，我做的事情，都不是一个资深工程师，那我怎么会变成资深工程师呢？因为啊，我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是做好我分内的工作而已，我也没有去想说我要怎么加强这一部分，或者是我要用什么新的科技来做这一部分，或者是我要怎么样教导我其他的团员，让他们也了解这一部分的程式。我很多东西都没有用一个资深工程师的角度去想，我就是以一个很普通的工程师的角度去想，我只做好分内的工作而已，其他的我就没有再继续多做了，所以我才不是资深工程师啊。如果你想拥有那个职位，你就要先变成那个人，并不是老板把你拉一把说，来来来，你赶快变成这个职位吧，到了这个职位再慢慢去学习，并不是这样子。如果你今天是单身，你想要交一个男朋友，想要有幸福跟爱的感觉的话，你要怎么变成那个人呢？你就去想，平常拥有一个很幸福男朋友的人，他会怎么想，会怎么说，会怎么做？他会去抱怨天底下没有好男人吗？不可能，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好男人了。他会抱怨周末很无聊吗？也不可能，因为他就是很幸福的跟男朋友在一起嘛。那你就要让自己变成那个人。再来这句话是想象力创造实相，这句话几乎就是我的座右铭了。这句话我都写很大，贴在我的墙壁上，每天看到。每一个人的想象力都是充满创造力的，你想象的事情就会创造出来，并没有任何外界的人帮你创造你的实相，是你自己创造的。而且每一个人都在创造自己的实相，每一个人的实相都是不一样的，没有客观的实相，只有主观的实相。意思是说，没有一种大家都统一的实相，只有主观的实相，每个人观察到的实相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是活在自己的实相里面，每一个人的世界都是他的假设形成的世界。你假设你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它就是怎么样的世界。如果你假设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很坏啊，烧杀掳掠一大堆啊，那你就会看到一大堆那样的新闻，你就会去注意那样子的新闻，又因为你去注意它，它就会更加深你的假设，然后会变更多。
如果你假设这世界是很美好的大家互相合作、相亲相爱那你身边就会很多这样子的人。我以前有一阵子会看一些报章杂志，我就看那个新闻是佛罗里达州那边很多鳄鱼，然后有些人会掉到沼泽里面被鳄鱼吃掉，或是说有一些人会失踪然后可能是被鳄鱼吃掉这样子。我也不知道这新闻是真是假，可是那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好恐怖好可怕，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就去注意这个新闻，可是就在我注意它的时候，其实我创造了更多这样子的事情，变得我后来看到很多新闻影片或者是杂志我就看到很多鳄鱼吃人的事情，甚至我还看到新闻是在我家附近有人养鳄鱼，然后他还会偶尔带出来散步，就莫名其妙。因为我其实根本就不是住在佛罗里达，明明跟我是一点都不相干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一直注意它，所以它就出现在我生活当中，直到我不再注意它为止。再来这句话非常重要，感觉就是秘密。Never God 有一本书的书名就是感觉就是秘密。如果你想象的时候是带有很强烈情感的，你就会创造出来。如果是没有带情感的，就不会，或者是很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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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要带有强烈情感。情感有分3种嘛，一种是很正面很开心的，超级期待超级开心，爱与感恩。一种是中性的，就是很无感很路人感，没有感觉。再来就是很负面的情绪，很生气很讨厌很匮乏的那种情绪，就大致上就是这3种。你只要是很强烈的跟很负面的情绪都会创造出来，可是如果是中间的没有感觉的就不会创造出来。负面的情绪像是很害怕很匮乏很生气很可恶那些也会创造出来，可是绝对不是你想要的东西。所以平常在想象的时候一定要把正面的情绪带进去，开心感恩这些很正面的情绪才会创造出你要的东西哦。再来这句话也非常重要哦，活在最终场景，活在愿望已经成真。你想要什么东西，你就要假设你已经拥有它了，你要假设你的愿望已经成真，而且你已经活在那里面了。今天如果你想买一栋新房子，你就要假设你已经住在里面了。你睡觉的时候你就想象你已经在你新家的床上了，而且你已经活在里面了，你是活在最终场景。有一个故事就是 Never God 的学生是一个女生，她认识了一个男生，就很喜欢他，想要跟他在一起，可是才认识一下下2个人就失去联络了。她不知道要怎么找到那个男的，但是没关系，她知道要怎么显化，她想要跟他在一起，而且想要嫁给他。她就每天想象自己已经戴上了那个戒指，婚戒，然后常常在把玩手上的那个戒指。就假设那个男生姓陈好了，然后想象自己就是陈太太了。她就是帮自己灌夫姓，你知道吗？她就喜欢在纸上面写说我是陈太太，哇，陈太太真的很适合我。她想象2个人住在一起，平常在打扫的时候呢，会想象自己是为了那个男生在打扫做家务事，煮饭的时候也会想象自己是为了那个男生煮的。她完全活在最终场景里面，她就是陈太太。后来很快那个男生就找到她的联络方式，就跟她联络上了，然后就约她出去。2个人出去之后就天雷勾动地火，几个月之后很快就结婚了。她就真的变成了陈太太，可是她早就是陈太太了。你想要变成怎么样的人，你就要假设你就是那个人，因为你已经是陈太太了，你就不会去烦恼说他什么时候会约我出去，他什么时候会跟我联络，他什么时候会跟我求婚，你都不会烦恼这些，因为你已经是陈太太啦。活在最终场景是显化最快的方式。我们来做个测验哦。这个纸上有 A、B 2个点，从 A 走到 B 最快的方法是什么？一般人都会说用直线嘛，直线最快。其实有更快的方法，就是把 A 跟 B 折起来叠在一起， A 就直接到 B 了，完全不用经过那条线， A 就直接变成 B 了。所以如果你要变成陈太太，最快的方法就是直接变成陈太太就可以了，你的实相就会配合你，让你变成陈太太。这边跟大家分享观众 Kitty 燕的成功案例。我成功买下新店的豪宅别墅，因为我每天都活在最终场景，我的工作也越来越轻松了。以前都觉得年薪1000万一定要很用力很努力，在看了你的影片之后，不但我的老板为我升官加薪，我还得到一笔意想不到的意外之财，真的非常谢谢你。我真的很喜欢 Never God 教的一些东西。这边有个故事是 Never God 的学生用假设法则变成一个很有钱的大老板，可以去看一看实际上是怎么运作的哦。假设法则内容还有很多，我在这个频道也会继续跟大家介绍哦，所以可以订阅一下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